才3个月，肚子就这么大，肯定是我的宝贝大乖孙哟。嫁过来5年，我天天给你熬补汤炖补品，钱花了一大把，连个响都听不到。老母鸡养3年还能天天下蛋呢，人家曼依刚跟子阳在一起就怀上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早抱上金孙了。你的破烂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拿着赶紧滚！周子阳，你也要赶我走？子阳以后的前途一片大好，你一个围着灶台转的黄脸婆，早就配不上他了。曼友可是我老板的女儿，攀上她，我注定是要升职加薪更上一步的。要不是看在你伺候我们家5年的份上，我早把你的破烂扔垃圾桶了。以后再让我看到你，我打断你的腿。长得这么标致，可惜是个不能生的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被周家赶出门的姐姐啊！小月，我暂时没地方去，能不能先让我在你这儿住2天？住2天？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住我家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赶紧走，别在我家门口杵着。哟，是佑佑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都是一家人，站在门口干什么？温月不懂事，等会儿我好好教训他。你安心在我家住下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佑佑，你要是听话懂事，哥现在是沈氏集团的主管，你要是跟了我，保证你有过不完的好日子。你赶紧给我走，别想着在我家打什么歪主意，我老公不是你能惦记的。哎呦喂，这位就是温柔小姐吧？长得可真水灵哦。我是沈家托来的媒人，沈老先生非要我亲自跑一趟，跟您商谈跟沈家长子盛义的婚事哟。盛义，沈氏集团的接班人？我看你是弄错了，他刚被我赶出门，沈副总能看上他？哎呦喂，就你这种渣男，人家温姐摆脱你，简直比中了500万还值得放礼花庆祝哟。温小姐，您看这红本子里的聘礼，市中心门面房5套，现金1000万元，还有足足2斤的黄金哟。她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，还能有人要她？男方的情况我们也绝不隐瞒，沈少爷他有先天性生育功能障碍。姐，你别信他的，沈家那条件为何偏偏娶你？这里面肯定有诈。这门婚事我答应了。沈家准备的东西，温小姐之前怕是都没见过吧？嫁给他真是可惜你这张脸了，不如跟了我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阿叶，我这也是替你把关。我的事就不劳孟女士费心了。大哥，你的身子又不能生，他跟着你也是守活寡，不如让他跟了我，最起码我能给他你给不了的。她是爸亲自选的儿媳，你不如问问爸，沈家连带着集团能不能都给你。才俊不是这个意思，沈家还是你爸说的算的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谢谢你。少爷，该喝药了。
苦吗？这几天早上起来总想吐，闻到油腥味就反胃。这个月的月事还没来，该不会是……温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恭喜你，孩子发育良好。真的怀孕了，在赵家5年我都没怀上，跟沈姨在一起5周就有了。可沈家说沈姨先天性生育障碍，这孩子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该不会是想假装怀孕骗沈家的钱吧？我倒要看看你得了什么病，确认妊娠。谁都知道沈姨不能生，你嫁给他才几天就怀孕了，这孩子不会是哪个野男人的种吧？温雄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爽快的嫁到沈家？原来是怀了野种，想让沈家当接盘侠呀！与其担心我，不如想想他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周家的。你还敢编排我的乖孙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住手！沈家的少奶奶还轮不到你动。周家之前有温小姐，那是周家8辈子积的福。沈少夫人来沈家医院检查身体，天经地义，总比你上赶着倒贴，揣着孩子进门的强。少夫人，咱们回家吧。沈夫人不好了，文秀她怀孕了。温瑶，沈姨根本不能生育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们沈家是正经名门，最看重脸面家风。你要是真带着外边的孩子进门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沈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她前脚被前夫扫地出门，后脚嫁进沈家就怀上了，这孩子来路能干净？温柔，我的身体我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不明摆着给你戴绿帽子吗？他就是婚前就跟外面的男人勾三搭四，揣着野种找你当接盘侠。才俊，怎么说话呢？没点规矩，可话糙理不糙。阿义的身体状况，这几年看了多少名医都没起色，怎么偏偏你一嫁过来就怀上了？我看他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，到处招摇撞骗，骗完周家骗沈家，把我们沈家当冤大头。振邦，依我看，这事儿不能含糊。这种不干不净、满肚子算计的女人，留着迟早是祸患。闭嘴！你来解释。我确实怀孕了，但我保证，跟沈姨结婚前我没有怀孕。现在就靠你一张嘴说没怀孕就真没怀孕，有证据吗？是不是沈家的种，验了就知道了。等胎儿满12周，立刻安排亲子鉴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看好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随便外出，不准私下见任何外人。沈家的血脉和脸面，容不得半分含糊。是。温小姐，我给您炖了点燕窝粥，怀着孩子不能亏着身子。谢谢您，陈妈，也就您还信我。温小姐，有句话我憋了好些年了，沈姨少爷之前身体好得很，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可自打喝了那补药，身子才一年年虚下来，最后查出生育那档子毛病。补药？这补药从配方抓药到熬煮送服，从头到尾全是孟夫人一手招办，连私人医生都是她亲自找的人，旁人半分都碰不得。我知道了。补药，后妈不能生育。温小姐，这是您的餐，夫人吩咐了，来历不明的孩子不配花沈家的钱补身子。孟晚秋亲口说的。怎么，不爱吃？有的吃就该知足了。你肚子里的种是谁的都还没说清，
总不能让我们沈家拿钱养外面野男人的孩子吧？哦，对了，我让管家把这屋的温度调低了。人啊，太享福了，容易心思歪，受点冻正好醒醒脑子，好好想想自己的身份，别整天做着母凭子贵的白日梦。孩子是不是沈家的，等鉴定结果出来自有分晓。孟阿姨这么急着赶我走，就不怕将来真相大白，自己下不来台？哟，这是想进书房啊？打什么主意呢？我劝你别白费功夫了，真以为揣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就能坐稳沈太太的位置了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沈家的书房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这守门？我是替我哥看着家，免得什么不干不净的人进去乱翻，弄丢了重要文件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。这一页的纸张厚度明显比其他的薄，不像是同一批印刷的。这几个字的印刷字体也和其他字体不一样，根本不是先天福玉，是有人故意换了报告。陈妈，是我，温佑。温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妈，你看，这是沈毅确诊不孕的报告，我看过了，唯独这张的纸张厚度跟这5个字与其他页不一样。难怪少爷这几年越补身子越虚，而且补药药剂药量全是孟夫人亲手调配，熬药的瓦罐也定期清理，半点不让旁人碰。问题肯定出在这补药里，只要拿到样本送去化验，就能知道里面到底加了什么。这事儿交给我，我找由头支开小美，把药换出来。谢谢您，陈妈。小美，孟夫人的面膜没了，让你去储物间跑一趟。我还要给大少爷送药呢，你不能去拿。孟夫人特意交代要你去，说储物间的项账是你管着，别人找不着。怎么，孟夫人的话你也不听了？哎，你干嘛呢？药都溢出来了，我好心给你搅拌下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温小姐，不要，我已经给她了。周建明，我有件事要你帮忙。刚给你的药剂，我需要你找一家靠谱的检测机构，化验它的成分，越快越好。帮忙没问题啊，就是你也知道，这种私人检测费不少，还得托关系走后门，你看是不是？少跟我来这套。这是沈毅的营养剂，里面被人动了手脚。你是沈氏的员工，这事要是查出来跟你扯上关系，或是走漏半点风声，孟晚秋第一个饶不了你。你好好办事，等事情了结，我自然不会亏了你。要是敢打歪主意，后果你自己掂量。瞧你说的，都是一家人，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温柔，不好了，这营养剂里查出大问题了。这营养液里成分杂得很，有几种东西常规检查根本查不出来，完整报告还得再等等，实验室要做成分精测。报告出来第一时间通知我，这件事绝不能有第3个人知道。温柔，是我对不住你，这个孩子就当是我的。沈毅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没有对不起你，这孩子就是你的，你要是不信……少爷，该喝药了。温柔，怀孕了多出去走走，老闷在屋子里对孩子不好。悠悠，报告出来了，我在沈家门口。报告藏好了，我马上过来。
哟，大姐，听说你怀孕了，温瑶专门给你挑的补品。这营养剂里加了一种特殊的抑制剂，长期服用会慢慢损伤生殖机能，症状跟先天症状一模一样。果然是故意的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事儿牵扯太大了。你放心，不该你担的，不会让你担。这件事多谢了。哎，好戏要开场了。这是你的晚餐，吃完把碗洗了。温柔，醒醒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肚子疼，好冷。张医生，立刻来别墅一趟，少夫人身体不舒服。温柔，对不起。先生，少夫人有轻微宫缩的迹象，好在情况不算严重，大概率是饮食不当或是受了刺激引发的。要是后续还疼，就得立刻去医院。这好好的怎么会突然不舒服呢？最近少夫人的餐食全是小美一手负责的，尤其是这每日的燕窝，从采购到炖煮都不让旁人碰半分，怎么反倒吃出问题了？说起来，少爷您喝了好几年的补药了，也一直是小美亲手调配，从来没换过人。喂，是我沈毅，帮我安排最快的全面深度体检，我和我太太2个人，明天就做，所有项目都要查，尤其是生殖系统和体内药物残留，查得越细越好。医生说，这种成分藏在体内，常规体检查不出来。我喝了5年的补药，居然是害我的。这是我托人送去检测的补药样本报告，里面添加的是一种新型抑制剂，剂量控制得非常精准，长期服用的症状和先天性病质几乎一模一样。还有你那份确诊的体检报告，我看过了，确诊的那一页纸张刻重、印刷字体都跟前后页不一样。所以我根本就不是天生不孕，是有人处心积虑给我下了整整5年的药，我居然蠢到信了这么久，还因为这个怀疑你。他们已经把主意打到这个孩子身上了。对方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从体检报告到日常用药，环环相扣，背后的人在沈家扎根很深。你说的对，布了5年的局，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动手。你想怎么做？我听你的。将计就计，让对方继续放松警惕。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，走合法途径解决，让他们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所有假报告的源头，都是当年给我出具证明的杨医生 Tony。只要撬开他的嘴，就能顺藤摸瓜揪出背后的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他是整个造假链条里最关键的证人，也是最容易突破的缺口。当年给我做体检的时候，他还在沈家医院当副主任，现在他自己开了家私人诊所。这几年，孟晚秋的私人账户，每隔3个月给诊所转一笔钱，名目都是健康咨询费，诊所的启动资金也是他给的。佑佑，我托朋友打听了，当年沈总那份体检报告本来是另一个医生签的字，最后换成了 Tony， 这里面绝对有猫腻。从诊断到报告出具，全是他的人，难怪能瞒这么多年。少爷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的体检报告不是医院寄的，是孟夫人亲自跑了一趟医院，亲手拿回来交给老爷的。当时我问怎么不让医院寄，他说事关重大，亲自取才放心。现在想来，就是怕中途露馅。这5年打着调理身体的旗号，从采购到熬煮，全攥在他手里，旁人连方子都看不着。之前有老医生提过一句，方子太寒，长期喝伤身子，很快就被辞退了。从那以后，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好一个滴水不漏的局，
为了让我继承不了家业，把沈氏留给他亲儿子，费尽心思。少爷，孟夫人请您下楼。悠悠啊，我今早去老字号给你挑了点燕窝，想着你怀着孕，营养跟不上可不行。你有心了。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我还特意找了个资深营养师，做孕妇餐最是拿手，保证你和肚子里的孩子都补得好好的。沈太太您好，我是张桂兰，往后专门负责您的安胎餐。您有什么忌口、口味偏好，还有身体上的注意事项，随时跟我说。麻烦张姐了，我口味偏淡，别的也没什么特别忌口的，辛苦你多费心。既然是孟阿姨找来的人，做事肯定稳妥。以后少夫人的饮食就交给你了，用心做。先生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照顾好沈太太和肚子里的小少爷。悠悠你放心，让他管你的饮食，绝对没问题。有阿姨安排，我自然100个放心。那我先带他去熟悉一下厨房。记住我交代你的事儿，最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滑胎，查出来也只能是他自己体质差，保不住孩子，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表姐你放心，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，一点痕迹都不留。陈妈，张姐是孟晚秋的人，进来肯定是要动手脚的。你挑2个最靠谱的，轮班盯紧厨房，就让他们装作日常打下手。温小姐放心，我都物色好了，别刻意盯着，别让张姐起疑心。张姐每次调味加补品都给我记清楚时间，加了什么东西，最好能偷偷留下一点样本，全程都要有第2个人在场作证，不能单靠1个人说。我明白，早中晚3餐3班倒，保证他每次进厨房身边都有我们的人。他敢往餐室里加东西，咱们就能抓个正着，人证物证都跑不了。还有，盯紧他扔的垃圾，尤其是药包、纸团这类东西，都悄悄收起来，以后都是证据。哎，我都记下了，少夫人您就安心养胎，这些事儿交给我，绝对出不了岔子。小美，你往大少爷的补药里加什么好东西呢？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加什么东西？是吗？那你刚才鬼鬼祟祟倒进去的是什么？总不能是糖吧？我看见了，我眼睛没花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孟夫人吩咐加的维生素，怕先生营养跟不上，特意让我加的。孟夫人吩咐的，那为什么要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加？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当着厨房人的面放？既然是孟阿姨吩咐加的维生素，那就好办了。剩下的药剂我立刻送去检测，里面加了什么成分一查便知。如果真的只是维生素，我当众给你道歉。如果查出来别的东西，那就要请警察来好好查查是谁敢在沈家的宅子里动手脚。不用了，擒贼先擒王，顺着小美能找到他幕后的人。彩君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陈妈带着2个人撞见我，往先生的药里加东西了。沈医说要把药剂送去检测，怎么办啊？我们会不会坐牢啊？哭什么哭？多大点事儿就哭哭啼啼的，不就是抓了个现行吗？你咬死了是加维生素，是我妈吩咐的，他们没凭没据的，能拿你怎么样？可他们要送检啊，里面的成分一验就验出来了，到时候怎么抵赖啊？都怪你，当初说万无一失，现在好了，全完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大不了到时候你就说
是采购那边出了问题，跟你没关系，我妈都安排好了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我骗你干什么？等这事儿过去了，我跟我妈说一声，给你涨工资，以后你就不用天天守着熬药了，轻松得很。少爷，温小姐，看来小美安插在您身边，不光是孟夫人吩咐的，才俊少爷也脱不了干系。孟晚秋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把自己儿子的情人安插在我身边，既能盯梢，又能方便动手脚。这么看来，孟晚秋是知情的，甚至是故意安排的，用小美牵制沈才俊，又让沈才俊拿捏着小美，让她干什么都不敢反抗，算盘打得确实精。你觉得小美可靠吗？不可靠，但她对沈才俊有感情，以为沈才俊会保她，这是她现在唯一的底气。但如果她发现沈才俊根本没打算保她，出事只会把她推出去顶罪，那她这道防线就不攻自破了。少夫人的意思是从小美下手？对，与其跟他们耗着，不如直接策反小美。她跟沈才华有情，未必愿意替她顶罪，更何况孟晚秋母子本来就只把她当棋子，根本没把她的死活放在心上。都听你的。不用紧张，我就是想跟你聊聊你的事儿，没别的意思。我没什么好聊的，往药里加维生素是孟夫人吩咐的，你们就算送检也没用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维生素？那你慌什么？我看你这2天脸色不好，觉都没睡好吧？小美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给沈家继承人下药不是小事，是犯罪。真等检测报告出来，警察上门，那就是要坐牢的。我知道你不是主谋，你是受孟晚秋和沈才用指使的。可你想想，真出事了，他们会保你吗？孟晚秋心狠手辣，沈才俊又是个没担当的，真到了那时候，他们肯定第一个把你推出来顶罪。不会的，才俊他不会不管我的。你要是愿意主动坦白，配合我们，沈医可以帮你争取从轻处理。另外，我们还会给你一笔补偿金，足够你去其他城市换个身份重新生活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也没什么好坦白的。没关系，你很快就会想通的。刚才温秋单独把小美叫过去，2个人聊了好半天。温柔那个女人心眼多，指不定是想策反小美。不能吧？小美跟我关系这么好，怎么可能说反水就反水？妈，你想多了。你懂什么？人心隔肚皮，万一她扛不住压力，把我们都供出来怎么办？你赶紧安排一下，给她点钱，让她明天一早就会回老家躲一阵子。真被他们策反了，我们就麻烦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我知道了，待会儿我就跟她说。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给我上点心，这事儿要是露馅了，我们母子俩都没好果子吃。这里面有2万块钱，你明天一早买票回老家去，先躲一阵子，手机也换个号，别跟这边联系。2万？沈才俊，我替你们做了这么多事，现在出事了，你就想拿这点钱打发我？不然你还想要多少？2万块不少了，够你在老家花好一阵子了。小美，我跟你说句实在的，这事儿本来就是你自己动手被抓的，跟我和我妈可没多大关系。你说什么？当初是你们求着我做的，说以后不会亏待我，现在出事了就跟你们没关系了？话可不能乱说，什么叫我们求着你？都是你自己自愿的，咱们就是普通上下级关系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劝你识相点，拿了钱赶紧走，要是敢乱说话，把我和我妈扯出来，对你没好处。好一个普通关系，沈才俊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信你的鬼话。真是麻烦，给2万都多了。都打点好了，你2婶、3伯还有堂叔，都是跟咱们一条心的。
寿宴上只要我起头，他们自然会跟着帮腔。妈，你也太谨慎了。温瑜那女人现在还被半软禁着，沈毅又一直信了自己不育的鬼话，他们掀不起风浪的。你懂什么？不光要赶他走，还要借着这事儿坐实沈毅身子不行，撑不起公司。到时候亲戚都开口说让你进管理层，你爸就算再偏沈毅，也不能不顾他们的脸面。这些你给庞大家几个亲戚送过去，就说是给孩子们的见面礼。拿了钱，他们明天自然知道该站哪边。还是妈想的周到。等我进了公司，慢慢把权攥过来，以后整个沈氏都是咱们的。那边联系好了，他肯当众出面。职务侵占，出具虚假证明，哪一条都够他进去蹲几年。他想从轻处理，就只能站出来指证。明天家宴的流程都安排妥当了。明天这一局，咱们必须赢。放心，他布了5年的局，明天就是他的终局。晚秋啊，你交代的事儿我们都记着呢。今天当着镇邦的面，我们肯定帮你把话说透。辛苦二嫂了，都是为了沈家好，总不能让些不清不楚的人坏了咱们家的名声。爸，坐吧。佑佑怀着身孕，别累着了。待会儿吃点东西就去旁边休息室歇着，不用硬撑着应酬。多谢阿姨关心，我没事。振邦，有句话我憋了好久，今天当着各位亲戚长辈的面，不得不说。可不是嘛，我前2天跟几位太太喝茶，他们都旁敲侧击问这事儿。说咱们沈家是不是捡了外人的孩子当金孙，说的难听极了。血脉是家族的根本，含糊不得。沈毅确实身子弱，这孩子来得蹊跷，依我看，就该按规矩做个亲子鉴定，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，也堵住外面的悠悠口。不光是孩子的事儿，沈毅这身子骨，天天往医院跑，公司那么大一摊子，他撑得住吗？我看不如让才俊进管理层，帮沈毅分担分担，免得外人说咱们沈家后继无人。够了！既然都是为了沈家好，正好我也有几件事想当着各位长辈的面说个明白。我坦白。OK， 我答应把我知道的都交代清楚。沈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是你爸的寿宴，你带些不三不四的人进来，像什么样子？第一件事，关于我先天不育的诊断，这一份是孟女士亲手交给我爸的确诊报告，上面写着我重度弱精，生育概率极低。这一份是我上周在3家簪甲医院同时做的体检报告，当年给我出具这份假报告的医生，就是这位托尼医生，孟阿姨花重金从国外请来的权威专家。对不住，申总。当年是孟女士找的我，给我很多钱。这几年她每3个月转1次钱到我海外账户，让我按她给的方子开补药给沈先生。所有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都在这里。Tony，你血口喷人，分明是你自己医德败坏，收了别人的钱，反过来诬陷我。是不是诬陷？问问小美就知道了。这5年给申毅熬补药加药剂的人，一直都是你吧？沈总，真的对不起，都是孟夫人指使我的。她拿沈才吉的前途威胁我，让我在补药里加抑制剂，长期喝下去就会损伤生殖机能，看起来跟先天妇育一模一样。她还说只要申毅生不了孩子，以后沈家的家产就都是沈才俊的。还有温柔的燕窝，孟夫人又安排张姐在安胎餐里动手动，想让少夫人滑胎，还说查出来也只能算体质差。你反水，是温佑收买了你，对不对？
我待你不薄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篡改报告构陷儿媳，还想谋夺公司，你真是好深的算计。振邦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从今天起，孟晚秋、沈才俊即刻搬离沈家老宅，沈才俊在公司的所有职务全部免除。公司法务部立刻启动核查，涉及违法的直接移交司法。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你们敢这么对我，等振邦消了气儿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沈先生有吩咐，即日起二位不得再踏入沈氏旗下任何产业。妈，就这么算了吗？我爸肯定是一时糊涂，咱们回去跟他解释清楚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女人都看不住。要不是小美反水，咱们怎么会落到这步断场？外籍人员托尼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，后续将依法处置并强制要求出境。小美涉嫌参与妨碍他人身体健康，后续将依法处置。悠悠，之前的事，我欠你一个道歉。我不该只凭着一份假报告就怀疑自己，也怀疑你，更不该让你怀着身孕，还要在这个家里受委屈。以后这个家不会再有人敢给你弃手，公司那边我也会重新梳理，沈才军留下的人，该清的清，该查的查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下一次。不会有下一次了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儿媳妇的产检单，大夫说了，大概率是个大胖小子，都快4个月了，发育的可好呢。还是美兰你有福气，儿子升职，儿媳妇儿又怀了大孙子，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。当初我就说温瑜那个女人不行，你看现在离了婚，哼，我儿子转头就找了个老板的女儿，不光年轻漂亮，还一进门就怀上了。这才是我们周家的福气，可不是吗？当初我就觉得温柔看着就没福气，哪像曼妮这么有出息，家里条件还好，以后子阳升了职，你们家可要搬去大别墅了吧？那是自然，我亲家公说了，等孩子生下来就给他们换套大平层，到时候我也跟着过去享福。不说了，我回家给我大孙子做饭去了。曼妮啊，这是我给你炖的鸽子汤，补身子的，你快尝尝。太油了，喝着恶心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爱喝这么腻的东西，你记不住？是妈没做好，下次我把油撇干净点儿。曼妮，妈也是好心，你怀着孕多补点，对孩子好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爸让你盯的项目，你到现在还没拿出方案来。要是你工作上出了岔子，丢了我爸的脸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是，我今晚就加班改，一定不让爸失望。曼妮，你放心，子阳肯定努力。等孩子生下来，你们的日子就更稳了。这大小姐脾气也太大了，天天供着跟祖宗似的。妈，忍忍吧，等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坐稳了位置以后就好了。她爸就她一个女儿，以后家产还不都是我的？行，妈忍。等我的大胖孙子生下来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先生太太，这是我们家最新款的婴儿礼盒，纯棉材质，刚出生的宝宝穿最合适。你要是买2套，还送新儿礼包，2套都包起来，粉色和蓝色各1套。不用买这么多，孩子长得快，很多东西用不上。用不上也没关系，我们的孩子值得最好的。你还知道来找我，我还以为你打算一辈子不回来了呢。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就来找你了吗？肚子里的小家伙乖不乖？没折腾你吧？还好，就是最近总想吃酸的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跟我爸妈坦白？我总不能一直瞒着他们吧？再等等，等我项目做完，我就上门提亲。委屈你了，还要跟那个妈宝男演一阵子戏。要不是为了气我爸妈，他这种事事都听妈的男人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陈曼妮，你跟踪我？他是谁？你们俩刚才干什么呢？我不跟踪你，还不知道你背着我干这种事儿。我天天在家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居然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。你说话放尊重点，我是曼妮的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了，倒是你算什么东西？男朋友？那我是谁？他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我的。
既然你都看见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这是我初恋林浩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的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们在一起都快半年了，孩子怎么可能不是我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早就怀上了。要不是我爸妈不同意我跟林浩在一起，逼我相亲结婚，你以为我能看得上你？原来是接盘侠啊，还以为自己捡着宝了呢，难怪这么着急结婚，合着是喜当爹啊！走吧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回去就收拾东西搬走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我们走吧。不可能，曼姨肚子里的孩子明明就是我们周家的，一定是那个男人勾引她，她一时糊涂。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他跟我在一起之前就怀上了，就是拿我当挡箭牌气他爸妈。那他之前说的那些都是骗我们的，什么老板的女儿，什么以后家产都是你的。家产，我现在能不能保住工作都不一定，他爸要是知道了这事儿，肯定饶不了我。不行，我得去医院问问，孕期肯定能对上。他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等他想通了就会回来的。我的大孙子不能就这么没了。医生，你帮我看看这孩子到底多大了，孕期准不准？根据推来大小推算，中期大概16周左右，发育得很好。16周？不可能啊！他们在一起才3个多月，怎么会16周？真的不是我们周家的孩子。我被辞退了。当初我让你好好跟温秋过日子，你非不听，非要跟那个陈曼妮鬼混。现在好了吧，孩子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出门见人？现在怪我了。当初是谁天天说温秀不下蛋，逼着我跟他离婚的？是谁天天催着我找有钱的，说陈曼妮好的？现在出事了，全怪我。我哪知道他是个骗子啊！我还以为他真能给我们家生大孙子，能帮你升职加薪，谁知道是个野种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工作没了，钱也没捞着，还成了全小区的笑话。要不你去找找温玉，她现在嫁入豪门了，日子过得那么好，说不定能拉你一把。你们毕竟夫妻一场。他现在怎么可能还理我？怎么不理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好好跟他说说，他心善，肯定会帮你的。这沈家就是有钱，住的地方都这么气派。等欣欣跟咱们回去了，咱们也能沾沾光。二位找谁？这里是私人住宅，闲杂人等不能逗留。保安同志，我们找温柔，就是你们家少夫人，我是她前婆婆，这是她前夫，我们特意来看看她。少夫人不见客，请你们离开。我们真的是他家里人，有很重要的事找他，你通报一声，他肯定会见我们的。陈管家，外面有2个说是少夫人的前婆家，要见少夫人。少夫人，周家人来了，要见您。把这花放到卧室。姐，陈妈，辛苦你把书房桌子上的检测报告拿过来，顺便把人都叫到门口去。温柔一定是对你余情未了，你待会儿好好跟他说，把他哄回去，他还不是任我们拿捏。佑佑，你可算来了，找我什么事？佑佑，以前都是妈不对，妈老糊涂了，说了很多混账话，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今天我们特意来给你道歉，求你原谅我们。佑佑，以前是我混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以后家里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这不是当初把少夫人赶出门的那个婆婆吗？当初闹得全城人都知道，现在怎么找上门道歉来了？还能为什么？看咱少奶奶现在过得好了，想攀高枝呗。当初骂人家不下蛋的母鸡，现在又来求人家回去，脸皮可真够厚的。佑佑，妈知道二婚在豪门过日子不容易，你跟我们回周家，
妈以后天天给你炖补汤，好好伺候你坐月子，孩子我们帮你带，肯定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请你们放尊重点，少夫人怀着身孕，有什么话站远点说。悠悠，看在咱们婆媳一场的份上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以前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改还不行吗？当初是你们把我赶出周家的，当着全小区人的面说我生不出孩子，连老母鸡都不如，现在又来求我回去，太晚了。温佑，我们好心好意来接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不就是嫁了个有钱人吗？攀了高枝就忘了本，你这是忘恩负义。你确定要在这儿闹？怎么，你做得出还怕人说？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，我就去审视公司门口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。这是你的体检报告，我托人从你之前体检的3甲医院调出来。这不可能！当年结婚3年没孩子，从来都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有问题。我嫁给沈毅之后没多久就怀了，那时候你们就该想想，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。太缺德了吧！自己儿子有问题，把儿媳妇净身出户，还泼了人家3年脏水，现在还好意思上门求复合，脸都不要了。难怪陈曼妮的孩子不是她的，合着她自己根本就生不出来呀，这也太可笑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你造假，是你为了面子伪造的报告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查，你儿子到底能不能生，你心里其实也有数吧？不然当初也不会急着让他娶怀了孕的陈曼妮。当初你们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以后再乱传我们少夫人的闲话，就是恶意诽谤，我们沈家会追究法律责任。我找我姐，你们的少夫人温幽，我是她亲妹妹，你们也敢拦？赶紧让开，不然我让我姐开了你们！抱歉，少夫人有吩咐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您要是有事儿，可以打电话联系。温瑶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亲妹妹都被人赶出来了，你躲在里面享清福算怎么回事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就一直在这儿喊，让沈家都看看你的真面目！姐，可算等到你了！周建明那个混蛋把我赶出来了，你赶紧给我安排一套房子住，再给我找个轻松工作，不用打卡还工资高的那种。房子和轻松的工作，我没有办法给你安排。温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住大别墅就不管我这个亲妹妹了？当初你被周家赶出来是谁给你开的门？你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只是开门，并未帮我，哪来的恩与情？反正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管我，不然我就去网上曝光你，说你沈家少奶奶嫌贫爱富，欺负亲妹妹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什么德行。我可以托人给你介绍一份正经工作，但要靠自己双手吃饭。温佑，你就是冷血无情，你等着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嘴脸。少夫人，这种人你就不应该见，净受气。这些烂人烂事，该做了结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给我评评理，我亲姐姐嫁入豪门当少奶奶，我被丈夫赶出来无家可归，上门找她求个落脚的地方，她居然让保安把我拦在门外，连面都不肯见。当初她被前夫赶出门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我收留的她，现在她飞上枝头了就翻脸不认人，嫌我这个穷妹妹给她丢人。是你堵在人家小区门口要房子要高薪工作，人家说给你介绍正经工作，你还不乐意吧？就是沈家门口的事儿都传烂了，你撒泼打滚的样子都有人拍下来了。什么？温小姐，您刚刚在直播平台发布的关于温女士的不实言论，已涉嫌名誉侵权，请您在24小时内发布公开道歉声明，否则我们将追究您的全部法律责任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随口散播不实信息也已构成侵权。相关告知函我们已同步发送至您的平台账号，请您按时履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少夫人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们查了半个月都没揪出来的漏洞，您扫一眼就发现了。
我以前在周家管账的时候，最怕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，看着每笔都对上了，实则时间差里藏了不少猫腻。你们顺着这条线查，肯定能揪出内部的人。是，少夫人，我们立刻去查。歇会儿吧，这些事让他们去查就行，你别累着。悠悠，这次公司能这么快稳住局面，你功不可没。没想到你持家的本事用到公司账目上也这么厉害。爸，我就是帮着沈毅整理整理文件，主要是他决策的好。要不是你细心，揪出了账目里的漏洞，我们还得多走不少弯路。以前总觉得你是家庭主妇，委屈你了。都是沈毅信任我，给我机会。以后公司要是有拿不准的账目，你就多帮着把把关。沈家能有你这样的儿媳，是沈毅的福气。孟晚秋在外面联合了几个被开除的员工，到处散布沈氏资金链断裂、项目烂体的谣言，已经对公司股价造成了小幅变动。不用跟他打口水枪，直接走法律途径，把他散播谣言的证据都固定下来，对他提起诉讼，同时发布官方公告。少夫人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现在处理事情越来越稳了。谣言这东西越解释越乱，直接用法律打回去最管用。他想靠舆论搞垮我们，偏不让他如愿。少爷，您别着急，少夫人身体好，肯定顺顺利利的。怎么进去这么久了？恭喜家属产妇顺产，1对龙凤胎，哥哥5斤8两，妹妹5斤2两，母子3人都平安。好，太好了，沈家终于有后了。辛苦他了。感觉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你看他，鼻子长得像你。悠悠，你是沈家的功臣，这2个孩子，我每人准备了一份成长基金，以后他们长大不用为钱发愁。爸，不用这么多。要的，我的孙子孙女必须给最好的。你好好养身体，家里的事儿都不用操心。公司那边来消息，南城的重点项目正式签约了。沈氏不仅彻底度过了危机，还拓展了南方市场，市值涨了3个点。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小少爷、小小姐平安出生，公司也越来越好，咱们沈家真是越来越兴旺了。